台灣大小事，南漂真的來了，會怎麼影響南部房市？先說結論，南漂已經發生了，雖然現在只是發酵期但是未來十分值得期待，至少值得我期待啊！我就住高雄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電梯壞掉的社區能買嗎？摩天高雄，這直接點名，因為新聞直接寫出來了，還沒看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南漂成年輕人新趨勢，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南漂成年輕人新趨勢，4行業薪資趕上雙北，找工作人數1年暴增 13%。內容是這樣，就是隨着台積電跟相關供應鏈前往台南、嘉義、高雄擴廠，南漂就業話題興起。人力銀行數據顯示，不止就業人口往南部移動，連過去遠不如北部的餐飲休閒等低薪服務業，真的直接這樣寫餐飲休閒叫做低薪服務業，這不是我在那邊嘴也相對提高。那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我們之前拍的這支台北人南漂正在發生中。我這次出去還被罵嘞說什麼南部怎樣騎山豬什麼有沒的啊？你看就是發生了這支影片裡面提到的南部薪資也越來越高，這件事情正在發生中，不是未來發生是 ING 咯。然後你看這張表很驚人很多工作的薪資中位數接近新北了。注意中位數這不是平均數平均數的話又可以亂搞了，就說什麼我跟蔡英文平均只有1科搞完，不是這樣那是中位數，就是數過來，這個就是很精準的東西很真實的畫面，接近新北呢。照顧一下 Podcast 的聽眾，我簡單講幾個。在台中、台南、高雄的行政人員月薪中位數為 3.5 萬，追平新北，略低於台北市 3.8 萬。哎呦，完全沒辦法對不？那客服人員中南部月薪中位數是 3.8 萬，與新北齊平，略低於台北的4萬。也就是說，你現在回南部領的薪水還是比台北要少一點。但你要不要看一下雙邊的物價房租差多少？而且有相當多的北漂子弟嘛，不是有一首歌飄向北方，他們也在飄向北方啊，我們這就叫北漂嘛。我以前同事多少是北漂的那有機会回中南部要不要？我跟你說没有人不要，因為回南部的話可以怎樣可以住家裡吃家裡不用自己洗衣服不用自己倒垃圾要爽，就這樣不用繳房租一個月多1萬塊可以出來花，這不是很爽嗎等到結婚後幹嘛？真的要看房子中南部的價格還是很便宜像高雄的都心蛋黃區正都心的中古屋20年中古屋的話，應該30萬以下都還買得到。這對長期北漂人來講，這不是居住正義嗎？你看台北新北，你北漂個50年，你看你買不買得起好來，我們看這張你看我劃線的地方，今年1月跟去年同期相比，期望在中南部工作的人數比率成長 13% 以上，大於留在北部的 11.3% 顯示出南漂派的數量多很多呢。而且這些南漂派的人不僅僅是工程師也包含了一般行政職或是餐飲業，這我們本來覺得就很難南漂的職缺那再來你要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首先第一個發生的事情絕對是房租上漲，因為這些人南下工作，不可能每個人都可以回家，也不可能每個人都立刻買房，所以最先動起來的一定是租屋需求，尤其是台南、高雄在科技廠跟供應鏈附近的租屋市場。這個很明白啦，這兩個地方就是有大量的工程師入住嘛，那工程師入住以後，接下來就會有人要幫他處理很多食衣住行的事情。例如我亂講本來楠梓的人口就是只能容納100間早餐店，你開到第101間那就是大家的蛋糕就變少因為人口就這樣那今天台積電入住了，出現了1500張台積電嘴要去吃早餐外加多少？我給你猜看，外加12000張要靠台積電吃飯的嘴，這你知道嗎？1:8這是高雄經發局自己講的數據一個台積電會帶來額外8個相關工作機會，這就有包含說什麼餐飲做美容做 SPA 按摩的就會跑出來就對了1:8，然後更遑論光是他有家人之類有沒的就業乘數效應，要吃早餐，那你要不要加一下？原本100家早餐店可以服務楠梓的人口，那現在突然多少張嘴？突然就多了13500张嘴要吃那你的早餐店是不是可以開到200家？对不对
哦，同樣的便當，同樣的飲料，通通都要這樣給它開起來。我跟你說那個題外話，講幹話，就我有觀眾朋友在那邊講，他是做雞蛋糕，哦，那雞蛋糕就是那種會去高雄各個地方擺攤，衛武營活動就去擺的那種哦，雞蛋糕。然後台積電有一次下午茶就在訂哦，他說以後不敢接，太恐怖了，根本都弄不完啊！雞蛋糕你要等，你催他也沒用，你總不能送過去是半生熟的東西吧？所以他說那種大單哦，沒單的時候很難過有來，而且是大單他又做不出來，他覺得很恐怖這樣。所以題外話哦，台積電的消費能力超級之強烈，手搖也是啊，台積電突然跟你訂還不是全部都來訂，幾個部門聯合一起訂，你看看你搖飲料搖到怎樣那便當店、飲料店就這樣開起來。好，那你認為以上這些非科技業的員工全部都是本地人嗎？怎麼可能？很多也是外地來租房子啊。那在這樣的供需法則之下，房租就會被拉高了。第二個發生的事情就是房價有新的想象空間。以前我們講南部買房，大家第一個想法就是市中心嘛。就在南部了，我還買不起市中心嗎？都是這個心態。高雄就是美術館、農16、亞灣這些大家比較熟的地方。但是當就業機會開始往外擴散，情況不一樣。因為年輕人找房子邏輯跟老人不一樣，你知道？年輕人找房子，他沒什麼道理，他要選那個醫院旁邊嘛，什麼拿藥方便。我靠，你是怎樣？你是看不起我這樣那年輕人買房子不一定會找最貴的地方，他想的是我上班方不方便，我買不買得起，生活技能也還好。我說真的，因為現在年輕人都叫外送，連那個全聯的商品他都叫外送，為什麼？這樣就不用在現場請支援收銀那邊排隊到生氣啊。所以你會發現一些大家以前覺得還好，甚至有點偏僻的地方，都有機會被重新看見、重新討論。我就直接點名高大特區，你真的有去高大特區逛逛，你就知道哇嘞，這是什麼奇怪的地方但是不妨礙高大特區的房市建商一直蓋。你說生活技能有啦，那也有全聯啦，但是很明顯全聯的人沒那麼多，你知道，你附近的建案通常都來逛，那你的全聯應該門庭若市也沒有為什麼？反正是外送，我要毛起來包，還包不完，還有人專職在包外送的。對啊，這就是年輕人對生活技能。那什麼醫院年輕人不會 care 的啦。那診所的話也還好。診所的話騎車開車會到就好了。那只有一種情況叫學區。就是論及婚嫁或是有小孩怎樣有學區的考量的話，美術館、農16才會被考慮。為什麼？學區好啊。就是這樣。然後還有比方說大社，比方說仁武，這個以前你討論房地產就沒有它的舞台，現在都會被拿出來討論。為什麼？因為離得近啊。你說那你的生活機能仁武其實也是超熱鬧的一條街嘛，什麼吃的喝的通通都有那邊也在蓋新房子啊。那大社大社以前真的不會討論到大社區現在也都有機會被拿出來重新討論。好，那最後你要知道，台北人也會考慮南漂。我們剛才講的還是南部人會南部工作，我們還沒討論到北部人也會想要去南部，你知道嗎？就我啊，我就是啊，那我就跑來高雄住，現在住得非常之舒爽把我爸媽帶下來一起退休。好我為什麼要來南部？我喜歡高雄，說不出的喜歡，我不知道為什麼喜歡高雄，這是一點。然後再來是高雄我買得起，如果在台北的話就很辛苦了。好，那台北人也會想要去南部的很多以前就留在台北真的不是因為台北比較好，而是因為很多工作你一離開台北，薪水差很多，甚至不是薪水差很多，是直接沒有這個工作。我直接講離開台北就消失了，活動策展藝術相關，就只有台北能養這種工作，你知道？那這個也越來越有搞頭了，很多活動策展公司在高雄也都放辦公室，為什麼？演唱會太多了，對啊，這也是好事啊。但我們講說薪水差很多的餐飲，你在台北做餐飲現在應該都有4萬吧？我講的不是那個什麼東北大餅，永遠在拉一個布條說什麼月薪4萬起而是你現在餐飲你沒有4萬，你請不到人但是你看這張圖，這張圖是104上的嘉義餐飲工作的職缺薪水，其實都還在3萬出這個區間。但你現在這個物價，你要人家領3萬，看怎麼生活？變成說這些北漂的人就算房租很貴，生活很累還是只能撐着，他就沒辦法回家鄉嘛。可是你想只要南部的薪資慢慢追上來即使沒有完全追平台北，至少就可以跟新北齊平的情況之下跟新北的差距縮小，年輕人的想法可以改變了。例如說，哎呀，我就在台北領4萬但是房租就要1萬5，女孩子題外話我講一下，女孩子在租屋是真的需要去，我就不會嘴他們說，哎呀，你就收入也來這樣，你為什麼要租那麼好不是，女孩子天然就有安全的需要。
那個天然安全需要是它就要獨立套房，而且要有能上鎖的，公寓就沒那麼適合。為什麼？因為公寓1樓的大門大家都有鑰匙哦，還有人常常不關，那就危險嘛。女孩子天然就有安全的需求，就會去選電梯大樓。那電梯大樓的獨立套房物件本來就少了哦，那在少的情況下，它租金就會高，就是這樣哦。男生就沒差，工程師很喜歡組團一起租。組團一起住就是說我們3個這個比較麻吉哦，麻吉到什麼程度？一起打電動哦，一起下副本哦，就是這樣哦，覺得很嗨，覺得很爽。好，那我們去租，我們也不會租套房，我們租那個3房2廳，1人1間嘛。哦你要睡主臥的，你就是多付一點嘛。哦，那主臥就可以帶女朋友啊，哦很好啊。然後怎樣？我多了一個大客廳跟一個什麼廚房可以用，很爽，就這樣。那個根本就是大學宿舍的出社會延伸版。想到我都覺得很爽，我們可以一起打電動，可以一起幹嘛，超棒，就這樣。他們的收入一起來分租的話，這個就攤下來了。反觀你台北你女孩子你領個4萬，你房租1萬5，通勤時間又長，生活成本又高啊，你薪水有沒有比較高？有，可是你實際真的能存下來錢嗎？存不下來的啦，反而都是倒貼的啦。為什麼？生活成本實在太高，要吃飯要餐酒館要打扮要什麼的，然後台北我不是說女生怎樣，而是台北太強了。台北它勾引你消費的能力實在是太過變態那所以錢留不住啦，錢就會一直這樣子花出去。但是你回高雄要是領個3萬5、3萬8，可以不用租房啊，不用租房住家裡啊或是我們就一起去分租嘛。以前一個人要負擔1萬5那現在一個人可能負擔5000就好了嘞，然後又可以怎樣又可以請租補那天我要送租補請一請很爽啊，一起打電動起早貪黑，你的錢會變多，你知道嗎？租金也變低啊，吃飯也便宜，每個月能留下的錢多很多，不好花嗎？這超好花的啊！留在台北到底有什麼必要？除非你交往了另一半就是台北人或是怎麼樣，你有離不開的理由，否則到南部，而且這些本來就是南部子弟那台北人到南部生活，你就看我就好了，爽爽的。我以前在台北花的錢還比較多，我住家裡那個花的錢還比較多，生活的成本完全不一樣，有太多需要你消費的地方，比方說那個餐廳、咖啡廳跟客戶約談事情，然後我去買單，那個買的单在南部都很便宜，在北部完全不一樣。還有娛樂的消費也是南部就沒什麼娛樂了，我覺得啦，所以說娛樂的錢在那個台北跟在南部可以差非常的多，那就會對南部的消費市場帶來很重大的改变。為什麼？因為它會把台北的習氣給它帶下來。台北人精緻的北部人要怎樣？要喝咖啡要健身，要吃外食，要去夜店。高雄現在夜店實在是太少，現在就是一些餐酒館要去看展覽什麼有的沒的。那這些需求就會倒逼出當地出現新的消費形態。所以你看那個月式洗頭是不是越開越多？好，跟這沒關係所以你會看到本來開不起來的什麼超商啊、健身房啊獨立品牌健身房啊，然後文青咖啡廳啊，寵物咖啡廳啊，都會慢慢開出來。這種貓咖啊，也蠻多的。我自己是沒養貓，但是我每次路過貓咖，會覺得說，在那邊喝咖啡，喜歡貓的人一定覺得很舒壓。整間店10幾隻貓，隨便這隻就跳走了，你就招招手，下一隻就過來給你抱，給你摸，這樣非常的舒壓。好，這種東西啊，這個生活機能長出來以後，就會提高居住的吸引力這個就會變好啊，所以就有更多人來住，房子就有支撐性。所以南漂這件事情有重大的意義，南北要平衡發展嘛。我跟你講，這個是國策。台灣雖然大家罵政府，我們現在雖然大家罵政府罵得亂七八糟可是國策你自己去看，其實都有在穩步進行執行的品質是一回事，但是就是有在進行。國策就是國家會把錢往這個地方花，就是說南北平衡啊，那就南部就起來了你看就是這樣，就是這麼直接。所以我這支影片要跟你講的不是說什麼叫你無腦買高雄，而是跟你說台灣房市也有在做體質上的改變。過去大家都覺得台北無敵，我也覺得年輕人只能北漂，不然你就準備20霸但是現在南部就變成選擇，而且它有選項，它也是有選項開出來的。當然目前台北市還是最強的但是年輕人現在的選擇可以是不止台北。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講說南漂成年輕人的新趨勢我們先分析了南部就業市場的薪資正在逐漸接近雙倍，那年輕人逐漸南漂的這個現象會如何影響當地的房租、房價跟整體消費市場的變化？結論就是台灣的居住版圖正在重新洗牌，南部也會成為更多人工作跟置產會認真考慮的選項之一。最後我想問你如果南漂趨勢真的成為主流，你會考慮到南部置產嗎？
A 會，我已經買好了。B 不會，薪資差距還是很大。C 不會，我要繼續等房價崩盤。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兩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講八卦。我講2個八卦來，第一個就是剛剛的那個叫做高雄市經發局講的叫做就業乘數效應1:8台積電好，來這1500人是 P1 廠。不好意思，同一塊土地，半屏山山腳下，你每次搭高鐵進高雄的時候，你往右手邊看，你看到一個半屏山嗎？哇靠，怎麼那麼大工地啊？台積電就在那裡。來 P1 廠1500人它可以額外帶來1:8乘數效應的話，可以帶12000人。好，那一塊山腳下現在還是工地的意義是什麼？它那裡會到 P6 廠，所以你自己看1500再加12000，這叫 P1 廠，一個單位還要再乘6，會有多少人跑來高雄？所以我跟你講，高雄現在還是講直接點，要勃起之前等它真的都起來以後，哇，看那個就是滿血台積電滿血台積電，你看會有多猛？我額外提一下 P7 廠在哪裡 ？P7 在台南安定安定真的是一個鄉下地方，只有走錯才會去那裡吧？它那個就在南科附近了，在史博館那邊了。所以史博館線上添了大喜啊！以前史博館推不出去，現在台積電 P7，真的假的？真的有因為推上有人拍到怎麼路邊有個圍籬啊，上面貼了 P7 廠祈福法會，蠻屌的這個全球最高精尖的製程祈福法會，已經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科技了，光刻機2奈米製程，那上面要放乖乖對啊，滿血台積電，高雄現在才1/6血台積電就可以這樣，所以高雄我真的是很看好啦。那我看好就我看好，我也不會說你就趕快來買，不然你是白痴，我不會講這種話。我就很看好，有能力還有資格還有子彈的話，我還要繼續再買，就是高雄。我是等那個滿血台積電就好了現在是1/6血台積電對啊，你看了你不會覺得說1/6血這能打嗎？不好意思，1/6血都13500人要吃飯要加油要喝咖啡要健身要幹嘛对啊，所以很值得期待。你来高雄做生意啊，我会建議你什麼？你店面你能用買的就用買的，趕快跟家裡調錢籌錢去拜托都行，趕快把店面買起來。如果說你要做生意的話，為什麼？因為店租以後勢必大漲，那到時候你生意好好的，房東要收回去什麼，那鳥蛋事情會一大堆。然後高雄買店面現在很 OK， 你知道嗎？高雄店面跟那個台北新北店面不是一回事，高雄沒有人要店面的高雄的店面很鳥蛋。高雄的店面已經低迷了，算一算超過15年所以如果你是要來做台積電相關的生意的話，店面你能用買的就趕快用買的那錢不夠跟家裡跟家族跟親朋好友趕快借，這種借錢我就同意因為你是好好的幹嘛，你是要做實業嘛，你不是說跟大家借錢以後我要去做股票，我靠，你現在那麼明確，你有台積電的工作人口那你要開個飲料店之類的都可以，趕快去把店面搞下來。趁什麼？趁高雄的店面還是一個沒人鳥它的狀態以後店面絕对會暴漲的啦。我說店租在大漲的情況之下，就看你要不要繼續做咯。你有自己的店面你的生意不受影響，你可以繼續做，或是許給你做二房東，對不对？賺的可能還比你那個小店還要多這是我的一個看法。好，那第二個看法除了這什麼，你看科技業然後我今天講的是南部產業的薪資會被拉起來，還有一部分的需求會被拉起來。八大
八大這是一定的，八大。那八大被拉起來的話，我先說，這都是我聽來的哦。好，那八大被拉起來的話，有幾個東西可以討論，就是高雄現在的酒店不夠多，酒店其實也沒有說一定進去就要亂搞或者是什麼有相當多的生意都是被拉在酒店裡面談的，就是談生意用的嘛，它畢竟是一個場合高雄現在的那個比較高端的場所數量還是太少，好，這是第一點。然後再來是一些就是比較灰色地帶的產業啊，現在都還是不夠。未來會有最多工作人口在哪裡？都在北高雄台積電一帶周邊，對不對？但是高雄的八大現在都集中在哪邊？集中在南高雄七賢路，這大家都知道所以這個我講沒關係。甚至大家知道到哪邊哪間店哪個號碼比較好這個大家都知道，都覺得在七賢路。所以這個北高雄都會再出現其他的那個八大的場所，那也沒有不行啊，反正就是這樣。八大就是一個地區經濟的風向球，你就看說這個八大繁不繁華，熱不熱鬧，你就知道這附近的那個生意好不好。你看竹科附近那個汽車旅館都要排隊的呢，連汽車旅館都要排隊啊！大家都去汽車旅館幹嘛？就是車子這樣一路排出來在幹嘛？都去忙的所以這也是另一種經濟上的這個風向球，所以參考看看。